全世界都很惊讶，全红婵跳水技术历经4个月再次实现蜕变，207吸软肋，这下成为了世界杯首秀的成名之作，简直就是牛气哄哄。她与陈芋汐几乎是领先其他选手100-200分的成绩，打下前2名，这也是大家目前津津乐道的话题。看不到柏林世界杯预赛的朋友，看到这条视频别忘了点赞转发哦。全红婵第一个动作是107，离向内翻腾3周半躯体，难度系数1.9。这种初始动作对于中国跳水梦之队来说就是送分题，不管是跳水的姿态还是落水后的水花处理，目前是场上最没完美的动作了。裁判最后也打出了76.5分。接下来是陈芋汐，同样的107 B 动作，她完成的也十分完美，裁判也是同样打出了76.5分。包揽预赛前2名可能性很高。第二个动作是407 C 向内翻腾3周半抱膝，难度系数3.2。首先来看全红婵的表现，这一跳稳了，裁判也给出了86.4分，4个9分和1个9.5分。看来外国裁判对中国跳水队还是有很高的认可。接下来再看看陈芋汐的第2跳，很果敢的一跳，不过陈芋汐最后的水花处理也不是很好，打开的稍稍有点晚了。裁判最后只给出了76.5，不过陈芋汐的实力也是毋庸置疑的。截至前2跳结束，中国队包揽前2名已经是板上钉钉的事情，比赛似乎比想象的轻松。接下来的第3组动作是6243底，基底向后翻腾2周，转体1周半，难度系数3.2。第一跳打开的太晚了，最后水花处理的不好，裁判也是打出了76.8分。再来看看陈芋汐的表现，她选择的动作是626 C， 这一跳能否追上之前失误的全红婵的？非常完美的一跳，裁判也给出了85.8高分，目前2人的分差是0.6分。接下来是第4跳207 C， 毫无疑问这是全红婵的心魔，向后翻腾3周半抱膝，难度系数3.3。接下来要注意了，前方高能，找不到任何瑕疵啊！这一跳，动作回放，这次的起跳动作准备的非常充分。来看一下裁判打分。这一跳是6243 T， 这一跳是9.5分，9.5分，10分，92.4分的高分，这属实惊艳到了所有人。再来看看陈芋汐的第4个动作，同样的207 C， 看看她的表现如何。是连带效应，陈芋汐的这一跳表现的也非常出众，最终裁判给出了84.15分。现在2人的差距已经拉开，国外选手可得要加把劲了。看到最后一跳谁能笑到最后？全红婵选择的是5253 C， 向后翻腾2周半转体1周，难度系数3.2。这也是中国队非常出众的动作，最后一跳也是十分出色，裁判给出了86.4分，小组第1看来是稳了。最后再来看看陈芋汐同样的动作，她能否在最后一跳赶超全红婵？同样也十分出色，不过裁判只给出了81.6分，这样全红婵总分418.5分的选择，拿下预赛第1，完美晋级，真的是旗开得胜啊！她能否在决赛上再次让泳迷眼前一亮呢？各位女士们。注意看，当中国选手在比赛中技术教科书般的一跳后，场下的德国观众一脸的疑问，他们忍不住在现场讨论了起来。同样的动作，为什么中国选手就可以做得如此精确？每个身都好像是复制粘贴一般，让人都舍不得移开双眼。但还没等他们搞清楚原理，中国选手陈艺文和程雅妮再次登上了舞台，用梦幻般的最后一跳，让现场彻底陷入了风暴。这是2023年德国跳水世界杯女子双人3米板决赛现场。
此次代表中国梦之队出战的依然是我们女子3米板的黄金组合，来自海南的选手陈艺文和来自湖北的选手程雅妮。值得一提的是，这段时间程雅妮的状态并不是很好，在之前的女子单人项目决赛中，程雅妮频频出现失误，最后被日本选手抢走了1块银牌，所以这场比赛也让外国跳水队看到一丝丝希望。不过事实真的如他们想的那样简单吗？让我们等着瞧。首先迎面走来的是来自法国队的大美和小美。好的，没问题。法国队的这对姐妹花还是有点默契的，第一跳得到了43.8分，随后是加拿大组合的第一跳，同样得到了44.4分。美国队第一跳，哎呦不错，看来美国队终于想起来这是跳水比赛了，最后得到了48.6分。英国选手的第一跳，英国组合的基本功还不错，得到了47.4分。接下来就是陈艺文和程雅妮的第一跳，两位中国选手的动作干净利落。前2轮的规定动作对于中国队来说实在是没什么难度。第一轮中国队以48.6分和美国队并列第一。来到第2轮，法国组合的第2跳，最后得到了41.4分。加拿大组合的第2跳也没什么问题，中规中矩的拿到了44.4分。美国队的第2跳，这一跳美国队右边的选手出现了失误，最后仅得到了41.4分。英国组合的第2跳，哎呦我的天啊！同样在入水时有一名选手出现了失误，最后得到了42.6分。中国选手陈艺文和陈雅妮的第2跳，可以看出来两位中国选手的状态越来越好。程雅妮也一扫之前的阴影，这一跳成功拿到了49.8分。前2轮因为难度系数的限制，所以中国队尽管领先，却一直没有机会拉开分差。但进入到第3轮，当难度限制放开后，外国队还能顶得住两位中国选手的攻势吗？我们拭目以待。法国组合的第3跳选择405，即难度系数 2.7。当难度升级后，法国组合明显出现了波动，难度系数 2.7 的动作最后只得到了46.98分。加拿大组合的第3跳选择405，低难度系数 3.0， 最后得到了 63.00 分。国队的第3跳同样405，低难度系数 3.0。美国队这场的表现还真是不错，这出色的一跳拿到了 69.3 分。英国组合的第3跳选择5152，低难度系数 3.0。虽然有些小瑕疵，但整体的动作还不错，最后得到了 67.5 分。中国选手陈艺文和程雅妮的第3跳选择405，低难度系数 3.0。来，给你们看看什么才是跳水的标准答案。同样的405比中国选手做的更加细，最后得到了 70.2 分。这一轮两位中国选手以 168.6 的总分稳居第一，不过美国队和英国队依然咬得很紧。既然是这样子，那就别逼我们上强度了。我们看关键的第4轮，法国组合的第4跳选择205，新难度系数 2.8。法国队左边的选手出现了严重失误，即便右边的选手跳得还不错，不过没办法，这是一个团队的游戏，最后只能给你们 47.88 分。加拿大组合的第4跳选择107，低难度系数 3.1， 最后得到了 65.1 分。美国队的第4跳选择107，低难度系数 3.1， 美国队还是没有顶住，有点失误了，最后只得到了 59.52 分。英国组合的第4跳同样是107，低难度系数 3.1。英国队的这一跳则是在同步性上出现了问题，最后得到了 63.24 分。我们看陈艺文和程雅妮的第4跳依然是107，低难度系数 3.1。有点小尴尬。当说完中国队要上强度这一跳，就出现了一点小失误，不过问题不大，依然得到了 67.89 分，占据着第1名。此时中国队仅仅领先的第2名16分之多，还剩最后一跳，国队必然会亮出最后的杀招，这也让现场所有人都非常期待。下面我们来看最后的对决，法国组合的最后一跳选择107，低难度系数 2.8， 最后得到了 58.8 分。加拿大组合的最后一跳选择5152，低难度系数 3.0。
可以，加拿大组合关键时刻顶住了压力，成功拿到了69.3分。现在压力来到了美国队和英国队这里，美国队的最后一跳选择5152，基难度系数3.0。美国选手的这一跳稍稍逊色了一点，最后得到了65.7分。我们看英国组合的最后一跳，选择405，低难度系数3.0。英国队左边的选手再次出现了失误，由此可见，一个厉害的组合，光是有个人能力是不够的。很遗憾，英国队以61.2分的最后一跳退出争夺奖牌的行列。接下来来到了本场比赛最关键的时刻，来自中国选手陈艺文和昌雅妮的最后一跳，选择5152，低难度系数3.0，让我们屏住呼吸，千万不要眨眼。简直太享受了！慢动作回放中国选手的动作，真是赏心悦目。这一跳直接让全场所有人顶礼膜拜，成功拿到了74.7分的全场最高分，不仅为中国夺得金牌，也为全世界的跳水爱好者贡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。全体起立，让我们一起为陈艺文和昌雅妮鼓掌点赞，感谢你们的付出。